嗨，大家好。我们这一课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最常用到的"家"这个字。家的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 home 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家里面有家人，那家人里面一定有一个说话最大声，谁说的算的那一个人叫做家长，通常就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所以家长也就是你的父母。那家长和所有家人加起来，我们可以说全家。那如果在全家更高一层，我们就可以说家庭。比家庭更大的是家族，家族就是你的 clan，你的爷爷奶奶更高的那一些。那如果一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家族组合而成的，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国家了。那当然，在中文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家属，家属也是指你的 family member 的意思。只是家属常常会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医院，或是用在法律的时候。在医院，我们常说，哎，你病人的家属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会说在医院，或是在法律文件上面，比方说签一个合同的时候，一定要有家属在旁边啊，通常是用在这些。那我们在讲家的时候，我们还会讲的是跟地方有关。家，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家园。那或者是常常有人问说，哎，你从哪里来？你的老家在哪里？那老家是比较口语的，如果你要正式一点，你可以说家乡。哦，我的家乡在台湾。家乡。好，那这是家里面的人。那家里面当然不只有人，还有很多东西。那家里面的东西我们叫做家具，或是你看到有人这样写。好，那除了家具以外，像是有电扇、冷气这一些的，我们叫做家电，就是在家里面的电器用品。那当然，有了家具，有了家电，我们要常常来维护这个家的干净。我们就说我们要做家事 （housework）。那有了这些之后，如果今天你要换一个家了，我们就叫搬家。所以这些跟家有关的词，它们的 core meaning 都是家，就是 home、house or family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，从这个 core meaning of 的家，我们可以扩大成一个人，或是一个家庭，或是一群人，跟他们做的事业，或是跟他们的角色有关。这个就是第二个，a person, household or group related to a certain occupation, role or place. For example. 我们最常说到的就是，比方说今天你去山上，哦，看到了很多农家。那这里的家当然也是指 family，可是这个家当成一个 suffix，指的就是一个 household，这个是跟农作物有关的家庭，叫农家。那如果今天这个 household 它是卖东西的，我们也可以说店家，或者是商家。好，那当然也有一个词叫做人家。如果今天我到了一个乡下，我觉得很漂亮，看到了很多人家，我们这边不会用家庭，会说人家啊，因为这指的是一个 household，他们跟一个角色或跟他们的整个事业有关，人家也是这个意思。好，
那从第二个家的意思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职业，或是你有一个事业，那你是不是在这个事业上面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呢？所以第三个家的意思就是跟 specialist or a professional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, art or expertise 这个有关。我们常常以前学过的作家 writer。他是一个很会写文章、很会写书的人啊，所以他是一个 specialist。还有科学家啊，因为他是在科学，在 science 这个地方有非常专业的知识，或者是像音乐家、画家、什么什么家的，这个家都是指 specialist 的意思。那这么多家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说，他们叫专家，就是 expert。那这一堂我们跟家有关的词汇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想要更熟悉这些词汇怎么用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来阅读以下的文本，你也可以用听力音档来训练自己的听力哦。别忘了，最后我们还准备了 flashcard 给你，可以来帮助你加强扩展你的词汇。我们下一堂课再见，拜拜。